大漠雨村，它离昆明也就半个小时的车程，而且呢依山傍水，民风淳朴。17年的时候，郭鹏和他的太太还有他的女儿先住到了这个大漠雨村，后来呢他的父母也从老家过来。我从事当代的图像装置艺术创作，同时也修复和琢制古琴。17年的时候需要找一个工作室，一方面是父母的养老，遇到建筑师杨雄，然后他给我推荐到这个地方。郭鹏呢其实是这儿的第3户新村民，到现在呢这个村子已经有超过60多户的新村民，有90%以上都是硕士，有20%多都有海归的经历，都不是在这儿来做什么民宿啊，就大部分都是把自己的家搬到这儿来。最初来的时候，他是只有一个已经很破败的老屋，邀请到老村民的团队来进行了一个修复。然后在原来的这个就是柴火棚和猪圈的这个位置呢，把它重新修复改造成了一个新的一个建筑，总的加起来大概有300平米的建筑面积，租金后也就是在个4、5千块钱一年。郭鹏有3个身份，一个生活化的一个郭鹏，一个郭鹏呢是做古琴的郭鹏一个是做当代艺术的郭鹏。基于郭鹏这个人以及他的家庭以及这块场地，共同去生成一个真实供他生活和工作的建筑。老房子来承载那个和父母和家人在一起的郭鹏。我没有做太多的设计，基本就是容下他们全家人的一个生活，包括厨房、餐厅、会客的喝茶的一个空间，全家人的卧室都在2楼。老房子其实它更加的生活化，他们把种好的玉米悬挂在屋檐下面，晾干了以后，他们会用玉米去换大米。新房子呢，在整个村子里面去植入了一个看起来几乎是像堡垒一样的盒子，分成了2层楼。那么1楼呢是那个做古琴，2楼呢是做当代艺术。我们俩还是折腾了好多次，讨论和修改这个房子的这种设计和方案。1楼做了一个无柱子的这种很长的一个横梁，把那个墙就压低了，压低到一个刚好我可以挂琴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尺度。下面呢，我们就做了一个单向透视的一个玻璃，我在室内可以看到户外，但是户外却看不到室内。无论是我坐着还是我站着，刚好我的视线就看不到外面的那些我不喜欢看到的建筑。因为对于斫琴来说，最重要、最核心的就是调这张琴的声音。眼睛要干净了之后，那么你的听觉可能敏感度才会上去。2楼的一个空间就做了一个这种混凝土像洞穴一样的这种装置，我平时看书和做当代图像的一个这种空间。它就像一个洞穴伸向天空，古琴的琴台呢是一个玻璃，弹古琴的时候向下呢可以看到土地，向上可以看到天空，让音律在天地之间传梭。整个这个2楼的空间里面呢，可以看到非常多的窗，这些窗呢可以看到外界的天空，可以看到村落的屋顶、远山、农田。我呢，大部分时间因为在工作室里，但我父母跟好多一些村民，他们完全是融入在一起。他们是个彝族的一个村子，过年过节，村里有红白喜事，大家都会相互宴请。小朋友很开心啊，因为这有山有水，还有水库可以玩儿。通过这样的去把他的农耕和自然教育这一块给他补上。表面上看，我们是保留了一个老房子，跟自然和跟周遭村民人们相处的这种方式，隐居又开放吧，感觉越来越有点离不开这里了。